众所周知，脑业公司是一家能源公司，公司里收容了许多被称作异响体的不明生物。作为公司的主管，你将负责指挥员工从这些异响体身上提取能源。另外，公司里还收容着许多被称作工具异响体的神奇道具。虽然大部分的工具异响体都无法生产能源，但它们却拥有着各种神奇的功能。各位主管，你们好呀！这里是同学咯，欢迎你们来收看《脑业图鉴》第5期的重制版视频。正如前面所说的，这期视频我将向大家介绍公司里所收用的那些工具异响体。那么话不多说，正片开始。T-09-78 癫狂研究员的笔记本。这个异响体是一本老旧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晦涩难懂的草书。目前我们只破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在破译的内容当中，大多涉及到一名研究员所进行的各种非人道实验。据说这曾是一名在实验过程中发疯的研究员，而这本笔记以控诉那名研究员心中无法承受的罪恶感作为开头。但越是往后，笔记的内容就越是被他对研究的狂热和难以理解的词句所取代，而笔记的最后一章却仅以重生一词作为结尾。然而，这本笔记真正的价值并不在其内容。当我们的员工携带这本笔记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名员工与自律相关的能力将会大幅的提高。正当我们还在思考如何最大化利用这本笔记的效果时，意外发生了。携带那本笔记的员工不幸自爆身亡。通过更多的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如果我们的员工在归还笔记之前没有进行过任何工作，或是在携带笔记后的30秒内被要求归还的话，那么携带者的皮肤便会开始膨胀，并会在数秒后发生爆炸。此外，当携带者受到一定量的物理或是精神伤害时，同样会导致爆炸的发生。所以，主管在使用笔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主管，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平行世界里，有这么一本来自地狱的笔记。只要你在脑海中想着某个人的面貌，并在该笔记上写下这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个人便会在40秒内死于心脏麻痹。在座各位，有谁知道这本笔记？知道了也不能说。曾经就有一名熊孩子拿着小卖部卖的假笔记，扬言要把自己父母的名字写上去，最终导致了这本笔记被全网封禁。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在想，这东西本质上不就是阎王爷的生死簿吗？怎么感觉只要被熊孩子碰过的东西，迟早都会完蛋？那么题外话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还是接着来介绍下一个异响体吧。T-09-79血肉偶像。这是一件从洪灾区回收的异响体，从外观上看，它就是一块由血肉和废铁所构成的异响体实体。因为它的造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因此有人推测这应该是一件神秘的宗教物件。而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主管可以指派员工向该异响体进行祷告。当有员工向他祷告时，这个异响体上面的肉块便会开始蠕动，看上去就好像是在对祷告做出回应。通过实验，我们还发现，向该异响体祷告的员工，每隔一段时间会受到少量的随机类型伤害。如果祷告时间不满20秒就结束，那么祷告者便会立刻死亡。而如果祷告时间在21秒到45秒内的话，那么除了祷告者以外的所有员工将会渐渐的恢复生命值。如果祷告时间在46秒到90秒以内的话，那么除祷告者以外的所有员工将会渐渐的恢复生命值和精神值。但如果祷告时间超过90秒的话，那么祷告者将会立即死亡，同时还会导致公司内所有收容单元的尼卡瑞计数器全部归零。T-09-80巨树枝叶。这个异响体是一种从巨树中提取的树枝，那是一棵生长在郊区里的不知名的巨树。许多人都感到好奇，这样的一棵巨树是如何在贫瘠的郊区中生长壮大起来的呢？根据勘探小组的报告，这棵巨树周围环绕着绿色的薄雾，而薄雾中混杂着未知的生命形态。此外，我们还发现饮用这棵巨树的树枝会给人舒适的饱腹感，并且这些树枝中还含有大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的有效成分。根据系统监测，喝下巨树汁液的员工会立刻恢复所有的生命值，并且该名员工的生命值还会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持续的恢复。
然而，我们发现部分员工在喝下巨树汁液后会感到恶心难受，紧接着他们的身体发生了爆炸，爆炸还对周围的员工造成了较高的白色伤害，并且我们还发现员工喝下巨树汁液后发生爆炸的概率与树枝饮用的次数成正比。因此，不难推测，立刻生长在郊区的巨树正是靠着这种方式才得以在贫瘠的土地里生长壮大的。话说，月亮计划曾经举办过一次脑业公司的线下咖啡厅活动，而那一次的活动菜单里就有巨树汁液哦。各位主管，难道不想试一试吗？A 公司开的咖啡厅，我也好想去啊。O-09-81转性魔镜。转性魔镜是不是这样？拜托，这个是转性魔镜，不是变性魔镜啦。从外表上看，这是一块普通的镜子。当某个员工凝视镜子时，凝视镜子的人从外表上看可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他已经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曾经使用过这面镜子的员工，他们的性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有人猜测这面镜子能够将平行世界中的两个人进行互换。而从数据上看，当员工凝视转性魔镜后，这名员工现有的能力数值将会被随机分配。但如果某个员工过于频繁地凝视镜子，那么其所有的能力数值都将会减少，而他的人性也会逐渐被掏空，最终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这么说好像挺恐怖的，但实际上这面镜子还是挺好用的。我们的员工经常会有属性偏科的情况，那么主管只要让他每天照一遍镜子，运气好的话，我们就能把他的属性刷平均了呢。你学会了吗？D-09-104回溯之中。你是否正处于人生低谷，感觉未来暗淡无光？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当初选择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的话，那么结果会不会更好？在脑业公司的世界里，我们人类已经征服了疾病与自然，而现在我们终于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去利用时间本身。正如您所想的那样，我们能够回溯您浪费在过去的时间。您只需要拧紧发条，然后闭上眼睛，在心里默数到10，时间就会回到你想返回的那一时刻。没错，回溯之中，一台真正的时间回溯装置。这是一台由某个不知名的公司所制造的古老时钟，主管可以指挥你的员工对回溯之钟进行工作。然而，只有等级高于3级的员工才能够正确的为回溯之钟进行充能，并点亮上面的一根真空管。而当4根真空管全部点亮时，回溯之钟将会完全充能，并记录当前所有员工的状态和能量数值。当公司内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时，主管便可以指派员工启动回溯之钟，让公司回溯到之前所记录的状态。回溯效果会让所有的异想体回到收容单元，清除公司内的逆卡罗安能量熔毁状态，并消灭除午夜考验之外的所有考验。而唯一的代价是，启动回溯之中的那名员工将会立即死亡。然而，回溯之中的效果并不是万能的，它的能力对个别的异想体和考验是无效的，并且它也无法让那些已经死亡或是陷入恐慌的员工恢复正常。此外，如果启动回溯之中的员工等级低于5级，那么公司内的所有员工将会陷入恐慌或是死亡。话说，不知道各位主管有没有发现，回溯之中的真空管上面所显示的数字，其实是各位主管现在电脑当前的时间哦。没想到吧？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主管，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平行世界里，存在着一位拥有着上百种神奇道具的智能机器，而它的每一件道具的功能都能够媲美我们的工具异想体。没错，那个蓝色的人工智能机器正是哆啦 A 梦。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大概就这么多了，这也是脑业图鉴最后一期要重制的视频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就不妨给视频点个赞吧。这里是同学咯，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拜拜。